今天我们看5张照片啊，是人类发展航天以来所获得的最珍贵的影像。这5张照片就彻底的改变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那你看一下，你见过几张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引力将一切牢牢的束缚在了地球的表面上，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大气为我们提供了呼吸的氧气，磁场为我们阻挡了太阳风粒子的侵袭。那么地球就像是一个专门为生命来设计的温床啊，但是我们人类从来不满足于这样安逸的环境，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是谁啊，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那么要解决以上的问题，就必须要冲破引力的束缚，排除大气对视野的干扰，我们才能够看清楚外面的世界，才能去往更远的深空，对吧？寻找我们想要的答案。那么在1957年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就发射升空了，人类就正式开启了航天之路。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将宇航员送出了地球啊，甚至是踏上了其他的星球。我们在地球之外还建立了可长期居住的空间站，我们的探测器游遍了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甚至飞出了太阳圈层，进入了星际空间。当然，人类的视野比探测器走得更加的遥远，我们看到了数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看到了婴儿时期的宇宙，看见了整个宇宙的深邃、浩瀚和神奇。不过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比我们的视野又更加的广阔，我们知道了宇宙是怎样诞生的，物质是怎么来的，甚至我们明白了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我们是恒星的子民。那么在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惊叹不已。其中我们发射出去的探测器和轨道望远镜也为我们返回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最具启发性的宇宙图像。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个来自 NASA 的5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那么第一张就是哈勃极深场，在这张照片里包含了5000多个星系。之前我们认为在宇宙黑暗的天区里看不到一丝的光亮，那里应该没有恒星和星系。但哈勃望远镜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看似什么都没有的黑暗空间，进行了长达23天的曝光，收集了其中可能的每一个光子，最后我们就获得了这个惊人的结果。其中最年轻的星系是宇宙诞生以后4亿年的模样。而哈勃所观测的这片空间只占了全天空的3200万分之一。那么根据粗略的估计宇宙中至少有2万亿个星系。正是哈勃的观测让我们知道了宇宙的规模，星系的数量之多超乎人类的想象。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看得越远，我们看到的宇宙就越古老，是吧？因此这次观测也让我们看到了宇宙年龄只有40%后的样子，看到了大量早期星系的模样，让我们了解了星系演化的过程，如何从最初结构的种子逐渐演化成今天这个庞大的规模啊！这就是哈勃极深场给人类带来的启示。但最近不是这个韦伯也返回了照片，其中也有一张韦伯版本的宇宙深空场它打破了哈勃的观测记录把星系的年龄向前推进了1亿年。那么更多详细的细节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关于韦伯照片的视频。那么接下来第2张照片是阿波罗8号任务期间拍摄的地出照片。这张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我们以前总是在地球上看其他星球的东升西落，这张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球从月球的边缘缓缓升起的景象。阿波罗8号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测试飞船环绕月球飞行的能力，为登月做准备。那宇航员比尔·安德斯在飞船运行到月球远端的时候就拍摄了这张照片，它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地球在黑暗的宇宙背景下显得那么的孤独，那么的脆弱和渺小。那么当时宇航员安德斯就说，我们一路来探索月球，最重要的是我们却发现了地球。在美国进行阿波罗任务期间，有很多人反对将大量的资金还有精力投入到看不见任何效益的航天上。那么这张地出照片公布以后，在美国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更加坚定了 NASA 探索宇宙的信心。那么第3张照片是 W-MAP 卫星拍摄的宇宙婴儿照。上个世纪我们建立了宇宙模型，提出了大爆炸理论。这个理论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的荒唐，因为它让人们觉得有造物主创世的感觉，所以这个理论就急需一个可靠的、令人信服的证据。那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的发现就证明了宇宙曾经处在了一个体积很小、物质密度极大、温度极高的状态，里面就包含了物质、反物质和辐射。那么经过宇宙的膨胀冷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光子现在就已经被拉长到了这个微波波段并且充满了全天空的各个方向，而且它完美的符合黑体能量谱。那么 CMB 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其中微小的温度波动也为我们指出了宇宙的物质分布几乎处在了均匀的状态，也为这个暴胀理论提供了这个依据。而且也告诉了我们宇宙的组成成分是暗物质、正常物质和这个暗能量的混合物。
这一发现就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啊。那么第4张照片是旅行者1号拍摄的暗淡蓝点，这个探测器是 NASA 在1977年的时候发射的一个外太阳系行星探测器，它还有一个伙伴叫旅行者2号啊。那么目前这2个探测器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太阳系外行星的拜访，带着人类的梦想飞向了深邃的星际空间。其中旅行者1号在完成了对木星及其卫星的探测以后，就结束了最初预定的行星探测计划，飞向了太阳系的边缘。但1990年的2月14号，旅行者1号就调转镜头啊，给我们的太阳系来了一张全家福，其中就包括这张著名的暗淡蓝点，这是我们地球的照片。如果说阿波罗8号拍摄的地书照片是人类首次在外星球上看到了地球的样子，那么旅行者1号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人类以太阳系的视角啊看到了地球的样子。这张照片也更让人类觉得地球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因为在这张照片中养育了数千亿生命的地球还不到一个像素的大小。那么第5张照片是哈勃拍摄的创世之柱啊，天文爱好者应该都看过这张照片。我们知道恒星是宇宙的光和热，甚至是生命的来源，它一般都诞生在气体云当中。1995年，我们第一次利用哈勃望远镜啊拍摄了恒星形成区域鹰状星云的内部，就获得了这张创世之柱的照片。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片气体云中正在形成新的年轻的恒星，但这也是一个死亡之柱，因为新的恒星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上一代恒星的死亡啊。直到这片区域的物质啊被燃烧殆尽，新恒星无法形成，它们发出的强烈辐射会将剩余的稀薄的气体吹散，那么这片气体云就会消失了。那么2015年，我们还发布了分辨率更高的创世之柱的照片，明显可以看到气体云的变化。那么根据估计，再过上个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这片气体云就会完全的消失。这就是人类在1957年进入太空以来所拍摄的最伟大的照片，每一张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宇宙，为我们解答了困扰人类的谜团啊！就在100年前，我们甚至不知道银河系之外还存在着独立的星系，我们甚至不知道太阳是怎样发光发热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宇宙中的元素是怎么来的。但是你看看今天啊，短短的100年，人类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前困扰我们的问题都一一的找到了答案。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困惑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一直在问天。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以立心怀宇宙的陈安，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